走位，大残大残！走位，大残！你以为你在打王者荣耀？我叫麦克，你们可能不认识我，没关系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游戏中专职狙击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但是口号毕竟是口号，有时候也偶尔失手，但谁知道呢？今天的我非常低调，丢掉了往日的氪金神装，还换了个更加低调的名字，从而顺利进入了一支野队。毕竟我曾经也火过，一个新名字可以更好的和队友交流，假如他们能活到最后的话。然而就在我即将进攻隔壁蹂躏的敌人时，队友遭遇敌人，瞬间倒下一个，幸好另外一个在他身边。4号医生国骂看起来非常不甘，但是一切有我。虽然过气了，但技术还没过期。我猛然躲过后方敌人的子弹，继续向队友的方向奔行过去。然而，2名野队队友相继倒地，令我心中怒火升腾。坚持住，我来了！该死，4号被补掉了。这一刻，我血液沸腾，干死他们！走位，大残大残！走位，大残！你以为你在打王者荣耀？3杀搞定！这一次我收获还算不错，有了继续走下去的资本。只可惜失去2名队友，让我的吃鸡之路蒙上了阴影。接下来只能是尽力而为了。不久之后，我来到 P 城，再次踏上了我的天选房顶。这里是个绝佳的狩猎圣地，少有人知晓。趴在这里望着天上偶有流星划过，实话说，这大约是我这个月第一次进游戏，总感觉身边玩这个游戏的越来越少了，看吃鸡视频的粉丝也越来越少了，玩起来自然动力就小了。而且很多朋友还喜欢白嫖，连个点赞都不舍得，自然是动力更加不够。咦，1号也来了，我竟然还有一个活着的队友，顿时心情就好了许多。这预示着我不再孤单，但是我还是禁言了他，因为他的麦克风实在太吵了。来了一辆豪车，发现现在和平里面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了呀。这车我一直没舍得买，肯定不便宜，所以我愉快地欢迎了他们。他们停下车来，四散开来，同时有人还第一时间向房顶攀爬。这一看就是训练有素，我必须小心应对，不可轻敌。总这一句话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若动我就藏起来。但是我不动，他们开始动了。在四周枪声的掩护下，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，确切的说是向1号发起进攻，因为我藏得很好，始终没有暴露。唉，可惜哪怕在我的看护下，1号也被击倒在地。对方肯定在等我救援，梦想一窝端。好在他们只闻我的脚步声，却不见其人，应该不会贸然行动。他们又要丢雷了，其实我也有点着急。1号是本次野队的唯一一款独苗了，我得保住他。所以这是一场心理上的争斗。我不断用脚步声让对方投鼠忌器，不敢强行进攻，而他们也在不断试探，好阻止我救援。时间就这样1分1秒的过去了，1号即将血槽见底，而对方也似乎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勇气。我想是时候救回队友了。情况不妙，又来了一辆车，得赶紧行动了。只剩一丝，应该还能抢救一下。这位大兄弟，你感动不？希望你下次能诚实一些。既然叫不开麦，却又随时随地制造那么多噪音，很影响队友打游戏。感觉3号4号都是被你害死的。将其救起，我重新来到房顶上。此时的北方那一队需要跑毒，我感觉可以捞点油水，就是他们了。倒了一个，这就简单多了。他们若如我这般队友情深，就一定还会给我再次出手的机会，比如现在。这2杀又是来的异常简单，其实也不算简单。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需要每一次都选好最占优势的落脚之地。我想，这才应该是吃鸡游戏的本质所在。时时刻刻都想正面杠枪，你不如去玩使命召唤。这一次转移，1号仍然没有和我在一起，也算是人之常情。相对于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大部分人更相信的可能都是自己。来到圈内，打眼一看，没得选择，只有这座小楼还算位置不错。现在只希望下一个圈不要刷在东侧，否则我肯定束手无策。这里的视线非常开阔，我迅速扫了一眼四周，也看到1号所在的位置。其实我很想说，决赛圈内宁愿待在围墙角落，也不要躲在房子里，因为那非常容易被人瓮中捉鳖，这都是经验之谈，大家要铭记在心。突然我发现敌情，有人想爬到房顶偷袭1号，这怎么行？就这一颗独苗了。但是打完我一阵后悔，应该等到他爬上去，那样比较容易补枪。幸好有人帮我复盘了刚才的剧情，我等他爬上去。
如此一来，我轻松收获了第7杀，这才是狙击的真谛，行动如风，杀人无形。不妙，如我所料，有人向1号发起进攻，我迅速锁敌住他一臂之力。不好，他被击倒了。此时此刻，2股青烟冒起，还有一个黑影若隐若现，是那个胜出的敌人。按照心理学分析，队友遭遇远程狙杀，他应该会下意识躲到右侧楼梯口。所以就这样，我们的1号并没有白白牺牲，他最终还是当了一次完美的诱饵，挂得物超所值。在开战场之中，仅剩3名对手，预示着最终的胜利，我似乎也能分上一杯羹。他拥有绝世身法，躲过了爆头一击，一阵枪响又去一人，随后战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之中。枪声又起，我的最后一名对手终于杀出重围，恭喜他有了一半的吃鸡机会。此时再看这个圈，对我依然比较友好，而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平心静气，找一条接下来的行动路线，顺便把对方的位置寻觅出来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他了，跑到对面的2层小楼内，瞧，就是他。好消息是，纵然我已暗杀多人，仍然没暴露位置，所以此刻敌明我暗，占了一点点优势。但是不到最后，一切都是未知。如果最后的圈就刷在前面这片空地上，我们2人都将欲哭无泪。终于，他先沉不住气了，腾起的烟雾预示着他心中的不安。其实我何尝不是，我也在努力的为下一个圈寻找出路。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，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煎熬。我瞄了一眼右上角的圈，又回身看了一眼屁股后面的圈。我感觉对面的兄弟肯定也在和我一样的操作，赌最后这一圈谁那边刷的更慢一些。终于烟雾又起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预示着对方已经承受不住这种无名的压力。这番心理上的较量是我赢了。终于还是我赢了吗？其实他如果再坚持那么一小会儿，说不定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。好，1号也下来了，这算是成功的野队吃鸡了。我是麦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为了吃鸡，我竭尽全力。